今天我们再次邀请到这个我们股市的专家峰哥，峰哥你好。大家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对，所以这个到底我们要怎么来看台积电呢？好，先很快给一个结论，不用担心啦，不用担心哦。因为说真的啊，Intel 这件事情是这样，我们先讲，它确实最近股价涨得很厉害，对啊，但是对台积电的威胁呢，短期来看几乎没有啊。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说，现在抢走了苹果单，那为什么大家要稍微担心一点呢？就原因是这样，就是说苹果的单呢，目前来推测市场推测大概就是一些比较初阶的这个譬如说是这个 MacBook 啊，或者是 iPad 呢，这些比较初阶 M 级的这个晶片的这些单子啊，那这些晶片单子呢，原则上呢就是给 Intel 补点血让它有点钱赚那像是 iPhone 这种高阶的 A 系列这些晶片呢，原则上呢还不太敢给 Intel， 因为我们也知道以前苹果也有这个分这个代工单的策略嘛，不是就分给三星，就后来不就满头包，后来还不是通通都又回来给台积电，因为毕竟先进制程的晶片在效能上能耗上还有这个不管是这个会不会造成过多的废热这个问题上，台积电现在还是稳呐，对，很稳，真的一骑绝尘，暂时不用担心但是呢，还是要提醒大家一下Intel 这件事情长期对台积电还是有一些威胁在我们来注意看3点3点，因为呢 Intel 不是烂了好几年了对啊，那最近这个新执行长上任之后，确实把 Intel 带上了一个正确的道路上。第一个就是他最近优先在集中发展这个先进封装那为什么因为晶片微缩这件事，大家知道从3奈米、2奈米以下微缩已经越来越难了，对，所以在这边花很多钱，只能得到一点点微缩的效果。所以你看，为什么台积电 CoWoS 这个先进封装现在很夯，产能是非常不足，甚至是比先进制程的这个产能还不足所以 Intel 在相对投入比较少的情况下，先去抢攻了它的先进封装这一块呢，等于以一个比较少的资本得到一个比较快速，就是市场上现在最缺先进封装，抢这个单这确实是一个聪明的策略另外第二个当然。关键最后还是晶片还是要比先进制程那他确实最近也一直在宣传他这个18A 的这个对这个制程，然后一直在说他以后会多厉害又多厉害。我们相信他们确实是努力在做了但因为毕竟还没有得到验证嘛所以等到真正这些晶片上来给应用端实际验证之后再说但确实它是走在一个正确道路上是。那第三个我觉得是为什么我们说苹果单或者是说最近说特斯拉单有一些会到 Intel 去，关键就是美国政府那10%的股权那说真的，美国政府10%的股权呢，并不是为了什么商业的效率，也不是说人家说什么川普要赚这个 Intel 投资的钱。也不是这样，最重要就是美国的国家安全。美国无论如何要把先进制程的晶片有一部分的产能要留在美国，所以如果没有本土厂商承接这个产能的话，那对美国来讲是不能容忍所以为什么不管是苹果也好，或者其他的美国大厂也好，多少都要下一点单给 Intel， 就是要维持它不能死。那这一点只要 Intel 不能死，那它随时就有机会可以反击所以这个才说是台积电长期潜在一个威胁，有一点芒刺在背但短期来讲不至于影响到台积电现在先进制程的产能，因为还是供不应求。但其实除了 Intel 一飞冲天之外，还有发哥，连发科带飞了好多人而且现在高盛甚至喊出他的目标价要到5000所以呢，就有一些朋友就在说，要不要把我们的台积电换股换成联发科呢？那峰哥你怎么看？这个股价真的是一飞冲天，应该几乎从4月就往上比期待还要短。对，说真的，以一个大型全指股呢，这样走法呢，真的是很特别对啊。那我先跟大家讲一下，有一个关键啦，就是说。联发科这个即便它涨得很大但是呢，你要把台积电换去联发科呢，我个人不是这么赞成。台积电在这一波里面它毕竟是所有的这个 AI 里面的在台湾最重要的股票所以你一定要在你的持股里面有一部分的台积电如果你把台积电都放掉，跑去买不管是联发科也好，或者是其他的中小型的个股也好这些呢都会有一些。过度放在高波动的风险上特别是有一些中小型的 AI 股，因为我们说个别产业的风险可能，比如说AI 产业很好，可是中小型的股票呢，它有可能因为某些掉单的因素就损失了，某些火灾因素就损失了所以如果你要确保你一定吃到 AI 这个行情的话，台积电我建议你如果你只买个
4、5档股票，你台积电至少要成为你其中一档，而且持股应该要有3、4成因为台积电占大盘就4成多，所以这是一定要的那接下来就讲说联发科或其他的，那我先讲一下联发科，联发科为什么好可能最近大家如果不是很常在玩 AI 的话，就大家不知道因为联发科2个题材一个是 ASIC 的题材，一个是 TPU 的题材。那其实 TPU 是 ASIC 里面的应用，ASIC 我们来简单的介绍它就是一个特殊应用 IC。那 TPU 是专门用在做 AI 运算用的特殊应用 IC。那你也知道 TPU 的出来呢，是因为它是 Google 做的。那 Google 是拿来训练它的 Gemini 的模型。那大家都有用过 Gemini， 应该就知道很厉害嘛，对，所以没问题。当时大家已经经验，所以 TPU 已经涨过一轮。那后来呢，有一家公司叫 Entropy， 它有一个大模型叫 Cloud。Cloud 呢，本来是呢被认为是老三，但是今年一起来之后呢，一口气不但超过了 Gemini， 还超过了 OpenAI 超过我们大家熟悉的这个 ChatGPT， 现在变成市场上最夯最流行的甚至连市场估值都超过了 OpenAI。那他就说了。Cloud 的下一代的模型要用 TPU 来训练，所以为什么你看到那个喷出去？因为这件事情呢，大众知道也不过就是3、4月的事。对那联发科，我们来看一下，联发科4月喷上去，对呀，差不多就是在那个时间大家知道。然后接下来呢，联发科就开法说会，就是说，我今年本来预计这个 ASIC 的营收呢，要从10亿美元变成20亿美元，这是今年而已这还只是它这个业绩爆发的起点而已因为呢 ASIC 这条路做在 AI 上已经被认为是一个有用的道路，就是它足以跟 GPU 抗衡，所以现在反而是辉达在抖。因为 GPU 当时大家都抢辉达 GPU 抢不到，现在没关系，因为你有别的方案可以做所以为什么你看辉达最近其实涨幅不大可是跟这个 ASIC 相关，尤其是专门在做跟 AI 相关的这些 ASIC 的话，最近涨幅都很凶猛，原因就是这样那所以台积电、联发科，我觉得啦，在你的AI 的行情里面一定要有，那其他的中小型你就可以搭配一些。峰哥，刚刚听你这样讲，我觉得联发科的前景无限美好对啊，如果我前面还来不及买，我现在看到什么样的价位，还可以来跟着上车一下。好，我觉得联发科因为它这波真的涨太快然后这个题材发酵也太快那虽然说外资现在说已经看到这个5000块这个价位，但是我觉得还是让子弹飞久一点就是我们先等这个消息呢比较沉淀好了，然后经过比较多的人重新分析这个市场状况之后，比较多的分析重新估出这个新的这个 EPS 之后，我们再来计算整个它的长期的这个价值，我觉得会更好。现在我觉得先冲上去，我觉得不要急，因为股价真的涨太快了，大家还是再冷静看它一下。冷静看它一下。可是你知道，无论是台积电也好，或者是联发科也好，现在这些大型的全指股往上冲，台股现在已经有外资喊到4万5，但是呢，同一头股你看喊到5万到6万我这个指数预期实在是太远大了，好疯狂。对啊，峰哥你怎么看呢？这波牛市呢，我的看法是还没有结束后面呢应该还有一段行情所以会不会突破5万点，我觉得几率是大的但回过头我们要跟他讲，大家都很期待，那会不会今年就赶快冲破5万我觉得今年要过5万的难度是高的不能说完全没有机会，但难度是高的，因为从台股4万2到5万等于这个指数要涨19%。如果指数要涨19%，台积电是这个指数成分股最重的一档，它现在占了大概43%。所以如果台积电没有涨到19%以上的话，台股5万点是几乎不太可能，大概要2800块那我们来看一下台积电要怎么样才能达到2800块就是 EPS 要到100。然后本益比要达到台积电相对在牛市的高点，因为台积电在牛市的高点大概差不多本益比就是27倍、28倍那如果低一点的话，可能会在20倍上下那所以我们来算一下台积电的股价试算我们就说先用市场分析师做一个合理的预估45位这个市场分析师，那估起来呢中位数大概93块，那我们以台积电第一季的 EPS 来看呢，93块应该达成的几率是很高的，那没有问题但大家就要更期待，有人甚至就估到100块以上，是不是有机会？也有机会，但是那就是表示后面都要很顺利那台积电可能会达到 EPS 100块所以如果我们用本益比24倍，就是中性合理价格来看。
93块这个中位数的话，那台积电大概是2232，其实刚好就是最近这个价格，对，有点就卡不上去，因为事情也没有更好，就是合理状态下呢，所以现在2200到2300这边就卡住了。对，那如果要到28倍，就表示各种状况都非常好，既没有高油价，也没有战争了，这些事情都没有发生。那这个我们说市场的其他风险担心比较低的时候，那本益比的溢价就往上，所以才可能到这28倍，那就是算起来大概是2600块。那如果 EPS 能够更推高到100元的时候，那用24倍就达到2400，28倍就达到2800。所以我们现在讲说要达到5万点有难度的原因，就是你台积电今年要达成这个高水准的 EPS， 同时市场又不能有出现一些很让大家忧虑的状况，才能把本益比再往上推。当然我们还是很希望可以赶快到5万点，但到5万点就还是会修正啊。对啊，那可能发生了哪一些就是刚刚峰哥所谓的风险，我们就要担心它可能会稍微修正。好。这一件事呢，我觉得一定要提醒大家，因为我真的觉得是在第3季的时候呢，有可能会发生所以大家要提醒一下。第一个就是高油价外溢到整体的全面性的通膨，因为我们知道美伊战争以来，油价已经连续高了大概1个多月了嘛。对。那其实如果只高1-2个月，这还好。你怕的是这个油价持续高了4-5个月，那就会外溢到整体的全面性的物价，就变成全面性的通膨。那我们现在看美国的这个 CPI 已经上升到3.8了。这是一个短期的现象，还是一个长期的现象呢？就是我们要关注。如果只在3.8，然后不过4，然后接下来2-3个月后再降下来，那就没事。我们怕的是美伊战争不结束，因为我们现在不知道到底什么时候要结束。那如果油价一直维持在90、100甚至100以上的话，那势必这个通膨的外溢的效果，就油价外溢到通膨效果就会延伸。延伸之后，那麻烦就来了。因为关键不在于物价本身，关键在于物价之后带来的利率问题。因为现在Fed的新的主席上来了。虽然说大家认为他跟川普是好朋友，可是大家也有人说他以前是鹰派。那他到底会不会在新的通膨态势下，他要选择不升息，不降息，还是甚至会变升息？现在我们还不知道，我们至少知道说他可能短期绝对不会降息，至少我们现在可以确定，因为以现在的通膨状况是不可能降息。但如果转为升息，那就令人很害怕。因为一旦升息，我们先讲，大家现在可能股市有一种幸福感，你没有发现，就是其实现在市场资金是很紧俏的，那 AI 吸资金吸的非常多。今年年初的时候 ，OpenAI 要新募资的非常辛苦。大家想说 OpenAI 这么了不起的公司，不是应该所有投资人都捧着钞票去抢买 OpenAI 的股票？没有，他今年的募资的相当辛苦，表示现在市场上资金是已经够紧俏，因为 AI 公司烧资金烧得很厉害，所以甚至你看很多家的这些大型科技公司都在发债在筹资了。他已经这么赚钱，还要发债筹资，就知道这个市场资金的紧俏状况。那另外一个，战争打到现在，重建的需求会吸走资金的一个压力。所以总和这个情况下，我们来看呢，Fed 可以控制的是短期的利率，但长期利率呢是反映市场的预期，就是市场会预期未来的物价的状况，或者未来的资金的状况。所以我们看这一张呢，这是美国10年债的这个趋势。我们来看，最近一直都是往上的，所以它就是反映了市场对未来的利率怎样是担心的，然后市场的资金是紧俏的，所以利率是一直往上走。那如果它这个状况一直持续下去呢？有可能就会造成短期的资金的供应不上了，可能没有到断裂那么严重，但供应不上的时候，最后就变成就杀股票。是，这每个礼拜都有成交额在超过1兆，我觉得那个金额很惊人。不过呢，就因为在这种情况之下，大家觉得说，哎，如果买个股，买个股可能买不准，我们买大盘怎么样？所以大家 ETF 嘛，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这 ETF 的配置，我们应该怎么来思考呢？台股4万点呢，绝对不能算便宜但牛市也还没结束。第一个原则，不要过度保守。不要轻率的全部离场，你要避免不要造成你内心心态的 FOMO， 就是那种怕没有持股而恐慌。所以你就是在指数4万点以上，我是建议不买或者是小调节一点，但是你的定期定额保持。但是在这个阶段，我不建议你单笔加码了，因为主要是我们还是希望你能够在有可能有波动的前提下，有一点现金可以等到市场如果不理性的急杀的时候，你可以进去加码。那这个是我给大家建议。那什么时候可以单笔加码呢？我觉得3万5以下，就是在现在这个价位，大概回档15%到18%，是在波动上很有可能发生的。所以在3万5以下的时候，你可以考虑单笔加码。
那这是给大家一个建议。那峰哥你自己在 ETF 上面的配置？好，我是积极型的啦，但是还是给不同形态的人啊。如果是保守型的呢，我觉得你至少要50%的市值，因为毕竟你市值型现在就是贴着成长类型，在这一波没赚到成长类型太可惜啊。另外，因为你会担心，你既然保守，表示你比较怕波动嘛，然后想要有一点现金流，那你就可以配大概50%的这个低波的高股息。我先讲是低波的高股息，原因是因为市值型现在已经高波了。那市值型代表就是0050，然后009816前一阵子也很夯嘛，它就是等于就不配息的类似0050这个概念啊。那00692它是有 ESG 的市值型，那它的台积电也是没有上限，跟0050很接近哦。所以这3个不必要全买，就是选一个你想要的来做主配置就可以。那低波高股息像00713或00878，这是比较低波高股息，那大家可以参考。那稳健型呢，我觉得可以摆70%的市值，那30%的主动，因为主动最近很夯，大家都知道台股最近这几只新的主动式 ETF 出来，因为基金经理人的选股能力很棒嘛，所以他们的超额报酬真的很大，像对981A 10块上市，现在都最高都30块啊，对。不到2年的时间，那真的很惊人，1年多而已哈。所以我觉得你可以配一点啦，因为长期来看，台股的共同基金跟这些主动操盘的这个主动式 ETF 表现都不错，可以作为你一个核心的配置，没问题啊。那同样的主动式的 ETF 呢，像981A、985A、992A、993A， 我觉得都不错，他们都是属于选就是 AI。有题材的，然后我觉得在换股上面也很灵活，那这个是可以给大家一个建议啊。另外更积极型的呢，我觉得是可以50%的市值，再搭50%的主动，或者那个主动里面可以放一点是被动式的科技，因为现在有人说，有一些被动式的科技也很棒，到底能不能买？因为常常有朋友问我说，当然可以。你如果是在这个趋势没有结束之前，它表现很好除非这个趋势结束那同样的，我几个被动式的科技还表现也不错，像935这一档其实这个它的绩效甚至比一些主动式 ETF 表现还好另外891就是半导体，因为这一波主要就半导体。那910是为什么选一个太空卫星？就是给大家也提醒一下，其实在这一波的行情里面，还有一个没有注意到题材是卫星。其实马斯克旗下的公司里面，特斯拉已经不是大家重视注意的，现在大家在注意它的 SpaceX。因为未来的 AI 行情里面有2个关键的东西，一个叫算力，一个叫电力。那在地球上面的电力呢，现在已经很难再大幅的提升了，所以算力以后要放到太空去，所以其实在卫星这一块呢，比 GPU 比晶片更有垄断性的，现在其实是马斯克的太空公司因为没有人能够办法像他这么低的成本不断的发射卫星到天空去，然后你如果未来真的要在太空建大型的太阳能板，然后把运算放到太空上去的话现在矽谷很多人都已经在做这个计划，要把 AI 运算放到太空上去，其实在 SpaceX 这边其实是有比晶片更高度的垄断性所以这个提供给大家参考，因为台湾其实没有什么卫星公司，说实在就是一些零组件的公司而已。对，是，因为其实看到这张图里面呢，我发现主动式的这样子的投资的 ETF 很多，所以大家都想说其实0050这种市值型的很保守，那不如把0050卖掉。网友都说那去买主动型的 ETF， 峰哥你怎么看？好，我先说一下0050不保守然后呢，这种对更积极标的的疯狂呢，其实几乎在牛市的中后段呢，每次都会发生那特别这次又是大牛市所以我抓了一个2年期的这个绩效的统计那我抓了3条指数一个是台股的含息报酬指数另外一个就0050，另外一个是费城半导体指数那过去的牛市，就过去30年的牛市里面，台股的走势会比较像纳斯达克指数，但这一次呢，却更像更高波动的费城半导体指数。我们来看一下0050过去2年呢，它的报酬高达 149%， 费半指数高达 143%。0050比费半涨得还多，你心中都觉得费半是一个很波动的指数，对不对？你看它的现行的波形跟它的2年的报酬居然是非常贴近，所以大家要记住这一点，就是0050已经费半化了它现在波动涨得很大，但未来如果有风险的时候，它波动也会很大，这一点一定要记住，因为过去的牛市经验转熊市之后，费半有可能是会跌超过50%的，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一点。
那是不是要把0050拿去买主动式 ETF？我个人建议是不要，我反而建议就是说，如果你本来是定期定额去扣0050，那你就改扣成主动式 ETF。对，因为用新的资金呢去扣这个主动式 ETF 呢，你可以避免你现在过度的把原来要去卖掉原来的0050，你可能会觉得很心疼嘛。那什么情况下呢？你可以把0050换一些到主动式 ETF 上，我觉得有个策略了，就是说你0050的持股很大，又想要换一些主动式 ETF， 我建议的是在大回档的时候去做这件事。大回档平换，为什么啊？因为主动式 ETF 的波动比0050更大，所以在牛市大涨的期间呢，它其实是涨更多，你等于要卖掉涨比较少去追这个涨更多的，那其实这个是有一点追高啦，甚至你也比较转不下手。但是如果是回档过程中，因为主动式 ETF 的波动还是会略大于0050所以到时候会发现一种情况，就是他们跌的幅度比0050更深一点。这时候你卖掉这些主动式 ETF 平换就卖掉0050去平换主动式 ETF， 有一点就是去接低所以你这个在策略执行上呢也比较容易。其实过去在大牛市的时候，大型回档用这种比较高波动，在比较相对低档的时候去换比较相对低波动一点的，其实是一个还不错的策略。其实最近还有一个 ETF 超主力行，就是00403A，因为它在挂牌的当天呢，就爆出了400多万单的成交量可是大家就很担心说，会不会重演00940之乱？有一点点相似的地方，但是也不至于会重演当年那个问题。我先讲相似的地方，就是投资人过度热情，就是我们前面讲 AI 的 FOMO 心情所以呢，其实当天呢是把它买到溢价超过 5%，就等于你用多花了 5% 以上的价格去买价值没有到那里的产品。可是大家都心态都是这样10块好便宜没有，10块买的还是4万点的股票，30块的 ETF 也是买4万点的股票，10块也是买4万点的股票，所以没有比较便宜这件事所以当时用那个溢价去买是不合理的那当天我甚至去看过当天的981A 呢，它的这个股价大概是29块多可是它其实当天的溢价大概只有 0.3% 左右，基本上是贴近公平市价，所以你花了溢价 5% 多去追403A， 却不去买跟公平就是市价很贴近的00981，这很奇怪那但是它就反映了投资人确实是有点过度热情了那这个是跟940A 那时候相像的地方。那不像的地方是呢，因为940当时是一个状况，就是高股息型的投资呢，基本上它不是很贴大盘，因为它不是选择成长型标的，所以刚好那一波它有点倒霉，就是高股息型的行情走到最高点的时候，它刚好募资成立了，结果接下来2-3年都不走高股息的那个行情但因为403A 它买的就是成长型的大型股台积电可以买到30%，虽然它不一定会买到30%，但基本上它的投资风格还是买台湾有成长性的现在当然就是 AI 为主的这些大型股。假设你要认为说403A 要跌破发行价，或是要跌得很深，那代表台股就惨了所以基本上台股如果有行情的话，403A 还是会有行情的所以我们现在刚才前面都讲对这个5万点的期待那么高，所以也不要过度的担心，但是记得不要溢价去买因为最近行情比较不稳定，每天买之前去看一下因为其实呢，就是在这一次的大行情牛市里面，有很多人在3万要逼近4万的时候就卖飞了，甚至有人2万5的时候就觉得卖掉觉得说可能就现在想追不回来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峰哥有没有什么建议，在这一段时间我们应该怎么样来思考我们的投资策略？好，我跟大家讲还是前面的基本原则第一个就是你定期定额一定要保持着，除非到整个行情已经出现到 AI 行情走到穷途末路，已经都能够上车全部都上车，不然不要轻易的停扣，也不要轻易让自己空手，因为你一旦空手，你就会很害怕自己没跟上。然后呢，根据呢1996年到2000年那个科技泡沫行情的经验呢，其实很多人是在1999年的年初呢，把他的股票卖掉，到2000年的最高峰全部又跳进去，甚至还杠杆加码，结果后来都死得很惨所以你不要在整个行情还没有到尾巴的时候呢，不要用我赚很多来停利，要用这个市场是不是把这个题材反映完那我现在觉得 AI 行情还没有反映完，是因为现在 AI 的这个不管是对算力也好，对电力也好的整个市场的缺额都还很大，那这个基础建设还持续在投入，这个 AI 模型公司也还持续在成长，甚至一些 AI 的应用都还没有大量出现，所以这个的整个 AI 行情还没有结束，所以你不要部位太低，
不要空手那最好就是能够保持定期定额。是我们前面也讲到，因为4万点是一个不便宜的价位，如果你在4万点到3万5千点之间呢，我觉得你就可以把你的定期定额稍微提高一点点就是因为等于说有回档嘛，假设有这么好的机会，那如果我们说又碰到一个特殊的机会，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利率有可能有上升的压力的时候，导致市场有点恐慌就情绪性的恐慌，把股票杀出来，因为还是有很多人因为前面赚太多就杀股票嘛杀股票，这时候如果真的跌到3万5以下，那你就单笔的加码甚至3万5可以加一次，你甚至3万5以下，如果再每跌5%，你可以再加一次用这个策略去把你的平均成本往下降，因为原则上在这个相对高档的时候，我们只要每一次进场的成本比别人便宜，我们就赚到了至少在这个最终行情来之前不要太早离开。所以呢，这个今天听峰哥跟我们讲了很多，就是在这一段这个高档的时候应该怎么样来投资的策略谢谢峰哥的分享，谢谢你，谢谢峰哥。